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带来高难度镜头技术拆解的第4期。这期我们主要讲3个片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片子。因为有些朋友希望我讲一下关于编织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片子。然后这个片子的话，它是 WWF， 应该是那个世界环保组织的。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明显是 Venom 的一个balloon 气球的一个模拟。然后中间有一个 leaf， 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初速度朝着中心一个碰撞，然后模拟完之后的后期把这样的一些那个样条呀给它克隆到这个球体的上面。当然我们首先要做一个类似于这种像这样是5个球是吧，5个球变成了一个模型。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镜头是有2个技术点嘛，左边的话就是一个螺旋线，然后交替生长吧，然后这个其实比较简单。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也不是很难，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制作的话，就是你要准备2套模型，一套是已经编制完的，一套是就是平直的。当然呢，2套模型它们的点是一样的，然后通过一个 mix 或者 lerp 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简单的做了一下测试，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基本的，就是你一个直线嘛，然后通过赋予给一个这个 curve view 是吧，主要是给一个 curve view，然后赋予到它的一个 P scale。 这个 P scale 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 sweep 做一个这种大小。你如果没有这个 P scale， 你可以看到它就没有头尾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区分。然后这个第2个 sweep 就是在原有的这个线上面让它的那个数量增多，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节点让它的线产生一个交错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选出其中一些比较单独的线，然后再给它做一些噪波，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型。基础模型之后，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curve， 就是通过一个 for each 对每一个线做一个生长效果是吧，然后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生长，它就完全都不用模拟。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讲的嘛，我先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它其实就是2套嘛，一套是这个没有做编织效果的一个直线，另一套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已经编织完的是吧。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blend shape 是吧，对它们其中做了一个属性的一个延伸，然后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个其实你如果做得多的话，这种效果，这种那个技术镜头，你可以说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blur 或者是smooth 让这个线平滑一点。然后这个还是我们这个为什么用这个节点呢？就是这个节点就是我们修复了，我们需要变成它，让它变成一个可以渲染的模型嘛，
sweep 嘛，所以我们需要用的这个修复方线的这个节点。这个节点是我在一个自制节点，从最早是出现在我的那个水母的那个公开课里面，会用到这个节点。这个搭配 sweep 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节点。然后这两个技术镜头的话，我会放到我的社区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镜头的话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是分开做的，就是你本身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说分了三层，可以我看一下，大概是跟我之前做的一个镜头比较类似，找一下。跟我的这个镜头是有点相似，就是个开头，看到没？它是做了3层，哪3层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首先我们要把它做动嘛，就基础的我们要把这块布料让它自然的动起来，然后将这个布料分成这个，提取出这种样条，我们可以让它密一点。然后第2层的话就是原始的布料嘛，然后它有同样的一个生长，先长出这底下的这层布，然后接着我们把这层这个布料原始的布料也通过那种材质的一个映射，由透明到这个实体生长，然后在最边缘最外层的生长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撒一些点，是吧？然后在外面也撒一些点，通过那个 add 节点赋予它们一个相同的 ID 属性，就可以将它们连起来。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你看到没？包括它最外面这一层，就是最边缘这一层，也做了一个，就是我之前一直讲过的，编织里面会遇到这些编织的线，编织的这种小线，然后这种结构它可能分了多的话，可能分了4层、3层，是吧？由小到大。我们继续往下。然后这个就是也是做了2层，第1层就是正常的模拟，然后就是在这个布料的中间给一个属性的一个生长属性，是吧？我们说的 mob spread 是吧？然后通过材质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渐变。这个其实这个就简单了，这个就是扭曲半的嘛。然后这个线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布料上，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是吧？属性的那个画一个这样的一个线，然后做材质的一个渐变，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布料，然后我们说悬挂的一个自然模拟。这个镜头的话是分了2层。我看一下啊，为什么偏了？我说这个是分了2层，一层就是在那个平地上我们会做一个这种线。其实这个结构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结构，的话，它是不是有2圈那个半圆，是吧？2圈半圆，然后我们通过刚刚讲的，通过 sweep， 然后后期的话让它形成一圈螺旋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做前期做动画的时候，其实只需要这2圈线，然后克隆到这条线上面，然后我们通过对那个点的做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通过属性的延伸有一个上下的运动，然后这种颤动的效果，我们在 Blender 啊，或者是 CSD 啊，是吧，都可以通过一些效果器。在胡丁里面，我们通过那个 ChopNet 给一个 jitter， 是吧，让它有这种晃动的效果就可以。然后这个布料的话，其实就是
也是它一块原始的布料在自然运动嘛，然后我们中间给一个属性，注意给一个属性，这个属性也是往前这么延伸的，然后对这个属性做一个pin to target， 给一个 soft 属性。当你中间这个我们说中间往下走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给一个 mask， 它 mask 等于1的时候，这个 pin to target 就会让它 soft 给大，然后这 stiffness 就增强。然后同样的，我们是在 soft 层级下就要有这样一个动画，就是说它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布料，然后在底下有一个布料，然后通过这个属性的延伸，这个属性往前走的时候，中间这圈选出来，它就会往下，是吧？因为这是在上层，这是底层嘛，它在 soft 层下就有这样一个动画，所以我们在模拟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识别这个动画，然后这个中间往下的这一圈，也就是我们说这一节往下走的这个布料会识别到它的一个 stiffness 增强，然后这个 stiffness 不要给的太高，否则就很生硬嘛，然后它就有这样一个自然的布料模拟的一个感觉。这个后面我会有机会我会重新做一个工程文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这个的话，这个是看起来比较复杂，其实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我讲的，你别看它好像这个结构很复杂，实际上它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我们说它最后的这个 logo， 这个熊猫的这个 logo 它有两种实现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面片上面把这个模型导出来之后，我们在Substance Painter 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材质，在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去做这个材质的实现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通过在虎梯里面去把这些线去实际的产生这样的线去附着在这个模型上面，然后在后期去上色。当我们得到这个模型之后，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属性的延伸，然后也是属性走到最前面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还是之前讲到的，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是吧？附着在前面，沿着它生长就可以了。它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然后这个就是布料上面克隆一些草嘛。当你往下走的时候，是吧？碰到它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动画它也是，你要我来做的话，我有时候会分为2个部分。就是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让这个模型这个 logo 碰到这个布料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碰撞，然后第2个就是，但是这种蔓延的这种草慢慢变少嘛，我会是在 soft 层级下去完成 ，soft 层级下，然后有个属性的那个延伸，让这个草随着属性的延伸，然后慢慢的消失。然后我们注意往前走的话，它不是一个连续镜头嘛，不是一个连续镜头，也就是说在这个镜头的时候，这个 logo 其实是作为这个熊猫作为一个 logo 的一个图案，它是附着在这个材质上面的，它这个是分2部分，是吧？但是这个其实上就是一张布料。然后这个镜头会是反向做，什么反向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模拟的时候是一开始是叠好的一个形状，然后你把它选中这个头部的这个部分，把它拼住在 soft 层级下，或者是在 dop 层级下都可以，然后把它拉出来，给它向上的一个力，是吧？然后它就会被提出来，有个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这个地方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416这个这个数字的话，它可能是分了5层、6层的样子，然后每一层它都会做一个属性的一个生长动画。然后生长动画的时候，注意这个地方它有意思的点在哪呢？它有意思的点，它并不是做了一个属性的生长，就是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后期渲染的时候，如果你用属性生长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会注意到它的边缘是很硬的，是吧？它甚至有高光，也就是说，它虽然分了5层，但是每一层它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对不对？你看，注意这个边缘，所以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材质做出这样的效果，是吧？通过材质读取它的属性，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当然它生长还是用到的属性，但是它用到属性之后，它会 blast 把这个属性不满足的，它会把它删除掉。删除掉的时候，一般的边缘不是都会很生硬吗？是吧？但是有一个节点，它可以让边缘变得很平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节点 ，Left Edge Smooth。这个节点是可以让边缘变得很平滑。这个我也之后会讲解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实现，其实非常有意思。这是第一个片子，我们看第二个片子。香味来袭，香味3重奏，快乐不停口。然后这个片子的话是去年做的一个实拍跟3维的一个结合，然后我负责的是这里面的一个特效的一个模拟。这个镜头可以说就是几乎都是用钢体模拟去实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第一个镜头当时最初做的时候是使用 Vellum 做一个这个包装落到地上，然后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晃动，但是这个效果可能被甲方否了吧，所以最后还是这个镜头是做这个镜头的同事手 OK 的。然后这个镜头的话，就是这个镜头我是与做 Blender 的渲染的同事合作的，他需要根据这个拍摄的这个镜头，首先要搭出这样一个架构，这个地面是吧？这个地面1层，然后上面的这个阶梯第2层，然后以及这个武康大楼的这个造型，你需要带厚度的，包括这个电线杆是吧？这个人就没关系了。他给到我之后，然后我来把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致看一下，它是有一个这种虾片沿着里面往外走，包括里面有一些这个跳动的活虾，对吧？他给到我之后，我来做这个模拟的时候，首先这个虾片当时是我用胡迪尼建模的，然后这个虾的话是当时是在网络上找的一个模型。我做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面，首先要通过那个在内部填充点之后，然后这个虾片是用了4个模型，然后中间再随机选一些这个虾片一起参与模拟的，是钢体的模拟，然后它一样是一个碰撞。然后这个模拟的话，这个钢体模拟的话，这个虾片就比较简单嘛。它作为的是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 package 的那个钢体。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动画的，的话，你可能就要对它开启这个 deforming， 是吧？因为它有那种点级别的动画嘛。然后我们模拟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到的第4个输出的话，第4个点嘛，也就是模拟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通过那个 transform pieces 把它们还原到这个模型上面。然后这个动画的话，这个虾片的动画其实也是这个是专门做模型的同事去模型完之后再给到我的。然后关于这个人的话，他不是有可能会穿模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不用在乎这个人呢？就是我们模拟完之后，当我们把这个模拟完的动画放到这个
实景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跟人有碰撞的话，你就通过后期的方式把这个模拟的点删掉就可以了。它主要的就是首先你要保证这个镜头的这个模型的一个准确，就是要给你参与模拟的这个同事，他搭的这个景致一定是要准确的，否则的话穿帮会比较明显。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点点穿帮，是吧？它没有那么的精确。这个镜头的话也是一开始这个大蒜做一个钢体模拟，自然落到这个地面上。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这个地方也是做了一个碰撞体，一个带动画的一个碰撞体。然后这个其实怎么说的呢？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作为一个属性，就是当这个碰撞体这个包装碰到这个大蒜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属性的一个传递，然后这后期的话渲染的话，通过这个透明到不透明到透明嘛，通过这个属性进去。然后这个虾片的话，就是在模拟的时候初期就是在这个内部，我们就撒了这个虾片，是吧？当这个碰撞体碰到这个虾片的时候，同样做一个属性的传递。让它激活，是吧 ？active 等于1，当你赋予它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对虾片做一个，它这个力度这么强，一定是通过我们的手动赋予了它的一个初速度，也就是我们朝着街道的两边给了一个初速度，对中间的这个虾片随机的赋予。因为甲方要求这个虾片它要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冲到这个镜头，是吧？做了这样一个，同样的也是要做这个镜头的同时，也要让他把这个场景，是吧？基本的一个场景地面给你。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五创大楼，它是刚刚与这个镜头不一样的是哪呢？这个镜头不一样的是除了角度的不同，就是它不是有这个包装从里面出来嘛，所以你在初期模拟的时候，注意这个包装它是手绘的一个动画，就是渲染的同时，他把这个手绘的动画交给我的时候，就是在初期模拟的时候，在第0帧第1帧的时候，你要通过前期把包装之内的这个虾片给它删除掉，不要在第1帧的时候不要有那个穿插。然后这个碰撞体跟这个镜头是一样，它是一个带动画的碰撞体。这个的话，这个镜头的话，实际上是做的主要模拟的话，其实就只有这个地方，就是地面的话做了一个碰撞，是吧？给了一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是用了这个树参与模拟，其实就给了一个类似于一个圆柱体，然后往上戳就可以了。这个地方难点可能在合成，就是你要后期的话合成的比较真实，合成到这个地面上。然后这个树的话是当时用的是一个外置的工具吧，这是一个花椒树，这个花椒树的一个外置的一个工具去制作的。这个工具我到时候我想想我是用什么工具的，找机会分享给大家。这个的话制作是一样的，还是我讲的，它是分2部分。这个花椒树是不参与模拟的。这个花椒树是干嘛的呢？这花椒树也是做一个材质的从这个包装过来的时候传递一个属性，然后这个属性做一个消失嘛，渲染的时候。然后在这些位置的话，我们撒一些点，当它碰到它的时候，当这个包装碰撞它的时候，会给这个参与这个碰撞的这个虾片跟这个花椒粒给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它既激活了这个钢体的模拟，而且激活了这个材质的
后期渲染的时候从消失到显示的一个材质显示。同样的，我们需要给一个初期给一个方向，对吧？同时它也有碰撞实力，这个跟前面那个键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模拟是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里面的话就是初期就给一些要参与这个爆炸的这些物体，然后给一个向两边向前方的一个初速度，是吧？然后这些虾的话，你看这些虾的动嘛，这个动其实就是在我们通过我们模拟的时候，其实这个它是一个不动的物体，然后我们通过不是得到了钢体的模拟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物体由点变成模型的时候，后期我们是让这个虾片是一个本身就有一个缓动的，就是我是用 Vellum 做了一个原地的缓动，然后我们在钢体模拟之后再返回到最终的一个模型上面。就是我们会想办法去让这个事情简单化，就是我们不会让一个在动的虾去参与模拟的，就是我们还是让一个静止的物体参与模拟嘛。地面就是本身就是给一些叫什么静止的虾片，就是在空中撒一些虾片，然后落到地上，这是第一个模拟。第二个模拟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包装体，然后有一个碰撞的效果。快乐不停口。好，这就是这个片子。我们看第3个片子。这是一个经典的 Nike Air Max 的鞋子的一个宣传片，应该是16、17年那个片子。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动效的展示，因为 Air Max 我们讲究的就是一个柔软、轻便以及它的一个高弹力嘛。所以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这个就是有一个鞋体的一个模型嘛，然后我们在这个鞋体表面做一个发射源，这个发射点嘛。然后这个鞋中间是做一个碰撞体，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样条是吧？中间也是空出来一个碰撞体，然后这个样条中间有一个力，让这些样条往中间回收，然后最后将这个样条变成这样的螺旋线，然后我们再将它变成 VDB， 就有这种融起来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鞋体内部我们说撒一些点，然后把这些点变成一些球，当然这些球不要碰撞，然后让这些球做一个raster scale 的一个放大，就是让这些球膨胀起来。膨胀起来之后，我们对底部的这些球做一个叫什么那个 raster scale 的一些缩小，是吧？就让它瘪下去，那么就有这样一个突然落到地上的效果。这个也是我们说是在那个鞋体，但是它不是在它这个鞋的形状应该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鞋体的一个模型中间这一块它不是一个闭合的模型，它可能只有前后是一个空的，它只有这样一个造型，它只有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前后是一个空的，然后这外围的这些面发射，然后中间不要作为碰撞体，所以它就会有这种中间也有这个那个的效果，中间也有这个点。这个的话，左边就是这个看这个形状的话，它不能够是线了，就是它是圆柱体。
但是它同样是柔体模拟，然后中间给一个鞋的形状或作为碰撞体，是吧？往这边走，让它挤压。这的话就是一些球体的一些柔体模拟，然后它们这个布料的那个属性啊，它的bend啊stiffness 不一样。这边太多了，往下走。这就是一个布料嘛，是吧？布料，然后中心给一个吸引力，这还是一样。好，这个也是发射点，但是这个发射点它有一个旋转力，而且它可能会做了一个贴着这个鞋子模型的一个操作。这个就是一个风洞测试嘛，我们在第一期的技术拆解里面讲过。好，这个的话可能也就是样条，因为你注意到它这个模型它没有强烈的挤压感，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大概率可能就是样条做的，然后我们通过后期把这个样条变成模型，通过 polywire 或者是 sweep 的方式，是吧？就这边给一个这样一个形状的一个碰撞体，这个屏幕形状的一个碰撞体，然后这个样条往这边走。这就是一个布料嘛，布料，然后绕着这个中心的这个球鞋模型的一个碰撞体，给一个朝向就是前方的一个力，然后同时给了一个旋转力，让这个布料包裹着这个鞋子。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看一下它有没有强烈的一个挤压感，它好像也没有，也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让这个鞋子里面随机撒一些那个曲线，然后让这些曲线做一个 raster scale 的一个放大，是吧？然后后期的话让它们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 sweep 的话让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让这个 columns 不要给的太高，它就是有这种四边的这种效果。这个是内部嘛，内部撒点，然后给一个反向的吸引力，然后通过后期的话让这些点把这些那个单个的羽毛克隆到点上。这个就是比较好简单好实现了，就是在模型上面，是吧？把这些布条一端固定在这个鞋的模型上面，给一个向右方向的力。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你看它有一个本身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球体，是吧？然后外部给一个鞋的形状作为它的一个碰撞体，然后对它做一个充气，也就是 raster scale 放大，是吧？让它充满这个球鞋的一个形状，就有这种造型。这个在当时来说的话，应该是可能实现起来不是很容易，但是现在的话，这个比较容易实现了。然后这个也是内部的话作为一个碰撞体，然后这个球体可能它其实是怎么说呢？给了一个 box 里面再给了一个球鞋，所以它这个球体的话，你看它前面也有一个压平的一个形状嘛，所以它可能就是在一个 box 里面，然后让它们充气之后，然后把这个碰撞体给它取消，是吧？它就会有一个散开的效果。这个就是一个碰撞体嘛，是吧？球鞋的一个碰撞体往前走，碰到这个球鞋，然后再走开。这就是一个球鞋的一个布料模型，然后中心的吸引力挤到一起。这个的话可能我估计的实验形式就是它也是在一个box 里面
然后给了一个这种类似于碰撞体的一个球鞋，然后这个粒子的话，可以是 Vellum 去模拟啊，或者是Pop Fluid 之类的，是吧？然后碰撞体往上走，然后带着这个粒子往上走。这边都是之前讲过的。这个就是在球鞋的底部，是吧？放一些气球，然后根据这个属性的延伸，朝这个方向，让它的那个 raster scale 逐渐放大，就有一个充气的效果。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也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对碰撞体球鞋内部这个球做一个 balloon 的一个模拟，然后同时给了一个旋转的力，就绕在里面旋转嘛，都是讲过的。这个的话也好说嘛，是吧？就是在hair generate 在那个模型的表面生成这个毛发，是吧？这个颜色也是通过这个读取这个模型表面的颜色，所以你要在这个模型初期生成毛发之前，你就要做这种分块，分出不同的颜色，然后这个毛发就能读取到这个模型表面的这个颜色属性。这个也是吧？沿着表面，沿着粒子沿着这个表面运动，然后我们通过上期基础拆解讲过的，通过那个trial 加 add 的方式，将这些点变成一个拖尾的效果。这是前面说过的。这就是这个片子。然后有些朋友他让我来讲解一下这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怎么说呢？这个片子目前来说的话，看一下，这个片子是个非常好的片子，但是有些难点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还在研究，是吧？还在学习当中。但是我目前就是说这个镜头我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思路了，是吧？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大概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测试，是吧？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还原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就大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做了这样一个测试，然后我也会把这个课程到时候作为一个课程分享给大家，然后等我真正的去攻克了这个片子一些难点之后，我再来分享给大家。这就是这一期的分享，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